嗨，大家好，我是不只是装修的胖虎。我们今天来到这条路，有没有看起来很熟悉呢？这边就是天母的知名地标天母收购百货啦。那我们今天来百货公司啊，并不是要来 shopping 的，业主急着要我们来看看这边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就让我们一起上去看看吧。哎，我们已经到顶楼了。哎呀，今天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工地呢，其实已经完工了。因为我这边真的很赶，所以呢，我们先施工，再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来这边做。其实这边呢，顶楼呢，原本它的两边的墙壁，因为有绑一个很重的电管啊，那它的那个墙壁呢就不堪负荷久了之后它就垮下来了。垮下来之后呢，业主看到就觉得，哎呦，这个看起来如果台风多一点，下的雨多一点，可能楼下电气室就会漏水啊。对，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发生呢，还有请我们来把这边呢，先把原本有掉下来的东西拆除掉，顺便呢把所有的防水都全部的补强一下，这样呢就不用担心楼下会有漏水的问题啦。那我们第一件做的事情呢，就是呢把已经掉下来的墙壁呢全部拆除掉，有掉下来才拆，没掉下来的呢检查检查，没问题的话就不拆了。这样子呢可以节省经费，而且呢也不会有太多余的垃圾，对业主来说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接下来我们整理完我们的墙壁呢，也要顺便检查我们的地面啊，因为这边呢刚好是一条水沟啊。那水沟呢有时候久的话地板呢也会有一些隆起的问题，所以我们那些隆起的地方呢，一样呢把它全部敲掉之后再把它复原，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做好我们的泄水坡度啊。因为要记得一件事情。防水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泄水坡度做得好啊，防水就不会有烦恼啊。对，我们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事前就把它准备好，之后的防水呢就是锦上添花的一件事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做我们的防水啦。那我们这次做的防水呢，因为这里是屋顶，而且是水沟啊，是一个长期需要含水的东西所以我们这次选择的呢是水性的环氧树脂。那水性环氧树脂它有什么优点呢？它可以做到游泳池里面。所以你就可以想到，它可以做到游泳池里面，就知道它有多厉害了。游泳池365天都有水，而且含氯的水，它都可以撑得住啊，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它的防水问题了。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比较硬一点点，所以我们在施作的时候呢，会再加上我们的玻纤网来增加它的抗裂强度，顺便也增加它的厚度。那我们做完我们的防水层之后呢，都变了一些，还有看到很多的底座嘛。因为我们刚刚原本有说了，这个是有装上那个电缆，很重的电缆，所以它有一些电缆的底座。我们电缆底座呢的收头呢，也要记得把它收好。每一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不锈钢的座子啊。这个座子呢，在安装之后呢，很常呢就会有一些螺丝点的问题啦，或者上下的问题，可能就落高了。那这一个落高呢，就是水可以进来的机会了。所以呢，这个地方也要特别去检查。那最后呢，就是因为它的上方是个铝包板，铝包板跟我们的防水材是没办法结合的，所以呢，我们的防水材呢跟铝包板对接呢，就是接触到之后呢，我们在上面呢再做一条矽利康，这个矽利康呢就可以让这个水不会从两个的间隙之间进去对，这样子我们的这两个水沟的防水呢就算是完成了。但是呢，刚忘了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做防水之前呢，我们还有做另外一件事情，那是什么呢？就是断水啊！断水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只有做两侧中间都没做中间都没做的是为什么呢？因为业主预算不够所以我们今天只做了两边两边做完呢，中间没做。做防水的时候呢，很容易导致什么问题？很容易导致水会从中间流到外面去啊。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要做断水了。我们把断水做起来呢，这样子水就不会沿着中间的地板顺流到外面去，这样就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施工区域。那我们这次使用的断水方法呢，一样是用高压灌注的方法。大家都知道高压灌注常常做在室内，那我们做在室外呢，一样，我们钻孔钻下去，钻到一个指定深度。指定深度是哪里？就是旧的防水层那里。而旧的防水层多厚呢？我也不知道，这要我们钻下去才知道。凭感觉找到那个防水层在哪里啊？那这个凭感觉呢，是因为看钻孔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粉末出现嘛。那当你钻到防水层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粉末出现，那就代表你已经钻到防水层了。那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停下来，然后呢，把我们的药剂灌到那里，形成一条平的线，这样子呢，就可以达到一个防水的断水的功法了。这样我们可以在既有的防水层中间呢，做一条新的防水层，
让这个水呢不会沿着旧的没做到的地方呢流到外面去。听起来很复杂，对不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断水很重要。如果你没有全部做好，没做断水哦，那就很容易出事啊。所以这是我们的所有功法啦。这里大概做了多久啊？我也不知道哎，你呢？你知道吗？你应该比我一个多月吧。我想让你回答，我在录哎，为什么是我回答？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啊。有做那么久吗？那是因为陆陆续续啊。因为中间有下雨啊，什么就不能做。对，没有不止啊，还有去赶其他地方。如果顺做的话，这样的应该2周到3周会完成。因为打除的量要看现场了，如果打除的量很多，那时间就会变久。因为还要打除完清运啊，然后泥做啊，这些都需要时间。啊，听说非常多的东西要打，所以应该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其他就标准功法。因为这种看得到的不会有问题啊，看不到的才会有问题。如果看得到都有问题哦，那真是乱搞。好了，我们刚刚已经看完我们的工程啦，所以如果你的家里也一样有顶楼、有电气室或者是电梯机房的话，一定要记得3不5时就要去观察一下现在的状况还好不好。又不然如果漏水的话呢，就会发生停电、跳电的问题啊。那一跳电呢，那个电梯就不会动了啊。如果你家又住在顶楼的话呢，哇，那你就要爬个好几趟啊。你之后明年你就可以去参加101的爬楼梯比赛啦，因为你已经爬到习惯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要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还有记得打开那重要的小铃铛，你才可以看到我们最新更新的影片哦。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也可以一样在下方留言，我们会一一回复你哦。那我是不只是装修的胖虎，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